在 Google I/O 大会上，Google Gemini 3.5发布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它的得分的一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oding 和 Agentic 这两项评分，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另外在多模态这方面，它的提升相比3和3 Pro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推理方面，我看到它的提升并不明显，甚至比这个3 Pro 还有一些退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测试过这个Gemini 3 Pro 生成 PPT，然后今天呢，我们也不做这个代码的一个测试了，我们就还看一下 PPT，看这方面它的提升到底怎么样。我们给大家先回顾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用 Gemini 3.3这个 Pro 生成的 PPT，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当时生成这个 PPT 的一个效果。基本上每一页都很枯燥，基本上就是文字的这种罗列，没有什么格式这种布局基本上都没有。其实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差的，包括出格的这种情况。然后今天呢，我们又用这个 Gemini 3.5 Flash，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我们这次测试跟上次其实内容和这个要求都一模一样，然后还是这个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这个 design 点 MD，根据 design 点 MD 我们定义的这个 PPT 的风格，让它来生成一份 PPT。然后这个呢，我们使用的直接就是 Anti-Gravity 那个 Agent 那个版本，这个也不是那个 IDE 了，我们直接在这里直接输入跟它对话，让它来生成 PPT。经过一番理解，然后写程序，然后经过各种确认之后，最后呢，它生成了这个 PPT。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它生成的这个 PPT 呢是一个网页不是那个 PPT 格式的那个文件。我们先看一下吧，网页的我们先看一下效果。我们看到这个布局呢比那个 Gemini 3还是有不少的一个变化，然后这个包括左右的这种布局包括这个方块包括这种间距我觉得这一次还是比上一个版本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它出的这个 PPT 至少我们看起来它有一些结构化包括这种方块尽管颜色上有时候还不是很协调，但是我觉得它至少比上一个版本有很大的变化，包括这个圆圈这种，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这个版本至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去演示可以作为一个 PPT 去观看，已经具有 PPT 的这种魂在里面了，可以说是。只不过遗憾的是，它这还是个网页，它不是一个 PPT。等会儿我们让它转化成一个 PPT，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 PPT 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们就直接让它生成一个 PPT 文件，然后发送给它，让它来处理一下，看看生成的文件会是怎样的。它这里也是写这个 Python 程序来处理经过一番处理之后，最后生成了这个 PPT 文件，然后我们来打开看一下这个文件效果怎么样我看到这个整个封面还可以，然后我们看看后面的这个整个的内容这个还可以，它没有这个比如说文字堆叠这种，但是底下也有一些什么学术出处，这个文件里面是没有的。然后这个格式我们看一下比那个3出的那个效果要好很多。但是它这儿有个问题，就是文字有点小，然后留白有点多，就是不是很协调整个的布局风格，包括这个样式我觉得跟 PPT 已经有点接近了。但是我觉得跟那个 Cloud 包括 Codex 生成的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总体来说，它跟自己比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基本上能拿过来改吧改吧，能用了。后面本来我希望就是他对那个留白包括字号大小、格式能再做一个调整，然后结果他处理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后来这个就达到了使用量的这个上限了。本来我这个也是 Pro 会员，没想到它这个用量现在这么少，因为之前的话我都感觉都用不完。这次3.5上来之后，我感觉这个用量好像给的少了也许这个 Gemini 3.5让这个 Google 变得更自信了，他觉得可以让大家在生产用了，可以收你更多的钱了。所以现在感觉这一个事儿没干完，这个 token 就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确实变得有点小气了。
说实话，这个用量我感觉还没有我那个Cloud Code 它的会员的这个用量多呢。那个我感觉用挺长时间才能达到上限，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个感觉没怎么用就已经达到上限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难道一定要让我们买它那个$100的那个会员，或者是$200那个会员吗？我觉得大概率后边会往这条路上去逼我们。后面我又随便又点了一下，切了一下模型，再切回来，我发现，哎，好像它又能用了。我不知道这个是它后台有没有换模型，还是说还是3.5 Flash 这个 High。总之后面它又运行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再次达到上限，但是最终其实这个 PPT 没有任何改进。我觉得3.5它这次优化可能主要是在代码生成方面可能有优化，比如说它在 Google I/O 大会上演示的这个所谓的12小时写一个操作系统这种可能在代码层面确实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我觉得它写 PPT 这个可能还是不如 Cloud 专业，因为 Cloud 之前我们也演示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生成完 PPT 之后，最后它有一个检查，那个检查它是视觉层面的。检查他会看到，哎，有没有出格啊，有没有叠加啊，有没有这个字号或布局的问题，他都能检查出来。而这个Gemini 呢，它并没有这个过程，而且我告诉他去检查的时候，他似乎也没有使用自己的这种多模态的视觉能力，对整个 PPT 做一个这种视觉上的检查。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它后续也许会有这方面的优化我们可以再等一等。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也是可用的生成的 PPT 也基本上是一个 PPT 的模样，我们稍微可能要再改一下。如果你打算用这个 Gemini 3.5进行工作，或者说进行写代码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先试用一下，看看效果。不要着急看 Google 的宣传，或者说各个平台，或者是各个这个油管频道的一个测评有的测评在某些领域看着效果很好，但实际工作当中有可能这个效果并不如别人说的那么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先试用自己的体验眼见为实我们这个频道呢也主要是以实际的测试验证，以实际的案例，尤其是对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有用的一些案例进行测试看看它的效果到底如何我们从来不吹捧一个模型或者是工具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请大家订阅转发，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交流，谢谢大家。